家好。今天呢，我想了一想，还是开车出门啊，因为昨天晚上呢，看郑钦文的美网比赛啊，看到半夜1点半，结果呢，被他的第一场的美网的胜利所鼓舞，竟然睡不着觉，结果也不知道几点钟才睡着的。但是早上醒来啊，看到窗外的这个天色已经明亮，结果起来一看啊，时间才7点来钟。所以现在人到这个年纪啊，他这个生物钟很难改变啊，即便是晚上睡得很晚，但是早早就起床了。所以呢，今天本来我是查过天气预报，应该今天都是晴天。气温呢虽然也不低啊，差不多有33度上下吧，但想着已经好几天没有到外面去远的地方骑行了，就打算呢看看能不能去莲花山，就莲花山那边的江边啊去走走。等到我早上吃了早饭以后啊，就想想今天要骑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加上天气恐怕炎热，想想还是犹豫一下，变成了开车出行，就把我的小车呢放在我的后备箱里面，打算呢干脆开车去海鸥岛，把车停到海鸥岛上的免费停车场，再从那边呢看看从海鸥大桥再骑到莲花山港口，那边呢就是珠江的航道，非常开阔的水域，也是番禺这边的去港澳的码头。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工业商业用的一些码头吧，应该还有很多的渔民停靠渔船的地方。总之呢，就这条江岸虽然稍稍的欠发达，还没有得到非常充足的发展，但是呢却是一条休闲的江岸的区域啊，一个江岸的步道，也是有专门的骑行道。所以以前呢曾经也去过好几回了，那今天呢打算再去走走。昨天呢真是半夜看郑钦文的比赛啊，虽然郑钦文提前呢在美网接受采访时候啊，也给大家降了温，打了预防针啊，我觉得这也是他情商高、比较聪明的地方。就很多国人对于他在奥运会上取得奥运的金牌啊，就一下子就产生了巨大的流量，一片赞誉啊，甚至有很多捧杀的这种舆论。那在这种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容易一面倒。就国人这种所谓爱国的热情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大家的一种心意吧。但从另外意义上来讲，一个专业的职业运动员，真的，我想他最大的享受应该还是在于比赛，最大的价值还是来自于比赛带来的奖金，同时呢也能够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争光。尤其在这些职业的比赛场上，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是靠实力说话啊，靠1、2次的这种运气，或者说偶然一回的打到奥运金牌，其实在职业赛场上，这个真的
并不是一个他们追求的最高的目标。他们这些职业运动员啊，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这些著名的比赛场，拿到属于他们生涯当中的一座又一座的大满贯的奖杯。那自然这个背后的逻辑啊，就是你的拼搏，你的追求，你付出的汗水，你所有的努力呢，都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那最终都是要回应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愿望。所有的理想和梦想，最终对齐的肯定都是让自己这一辈子创造最大的价值，在某个领域拔得头筹，不但自己，也让自己的家人生活更为美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呢，应该贯穿在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你处于什么样的行业，总之就是你要付出最大的努力，同时呢，也要发掘你的天赋，并且持之以恒，最终创造你个人，也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家庭，进而呢，也为你的民族，为你背后的国家去争得荣誉。我觉得人类社会不就是靠这一小部分的人，就是他不断的努力奋进，在各个领域啊，各个方面产生引领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应该说啊，郑钦文是继另一位网球大满贯金牌得主李娜之后的，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冉冉上升的一颗体育明星。我相信他的成就呢，远远不是因为他拿到了一块让中国人为之狂欢的奥运金牌，而更多的期待呢，是希望他在职业网球赛场上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进步，在各个大满贯的赛场上啊，能够争金夺银，能够去体现他作为一个独立的运动员所追求的价值，进而呢，会影响到很多的年轻人，弘扬更多的体育精神，相信呢，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成长。我现在呢，在金山大道上啊，由西往东的行驶，刚刚过了七星港。我的左手边啊，就是南村的七星港的一个文化公园，建得相当不错的。我的左侧呢，就是广台高速啊，
从祈福新村呢，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连上广台高速。东面呢可以去到黄埔大桥，走金珠高速；西面呢可以经过中村，可以去到广州的南站，也可以去到顺德、中山、江门方向啊。就这条广台高速呢，是一个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对于攀云来讲呢，出行会非常的方便。我今天呢，本来也是可以走一段广明，就是这个广台的高速，但是呢，因为我要利用的这段路呢，距离比较短，所以我还是走的是它边上的一条普通的马路，就是金山大道。现在呢，经过右侧的金山村，我想的金山大道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金山村而得名的吧。前方的是梅山村啊，现在我要转入一条乡道。
你看这个乡道上啊，左侧有很多的自由市场，老百姓把他们多余的物资或者种的一些农副产品呢，就拿出来摆卖啊。右侧就是梅山村。现在呢，我左转啊，进到另外一条小路。上一次我就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啊，就走错路啊。非常窄的一条小路啊，但是呢，你看啊，这种大车啊，川流不息。上次啊，我记得开车好像就是去海鸥岛半道上呢，就发生了我的摄像机啊过热停止拍摄。所以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办法啊，一个呢就是分段拍摄，拍一拍呢停一停；另外一个呢，我就把它拿下来，对着这个出风口啊，把空调开到最大。然后呢，能够给它降降温，看看这样会不会有效果啊？好，现在呢，我继续把这个相机放到车前玻璃后面的这个架子上，顺着这条小道呢继续往前行驶。终于呢，经过了一条非常拥堵的路段啊，我现在很意外的来到了一片农田间的乡道上。像这个路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走过啊。原本呢是有一条道路啊，直接可以去到莲花山，但是上一次呢，就是因为这条道在修路，结果呢绕了很多的路啊。今天呢，我就干脆跟着导航走。七转八转的，现在在一些比较简陋的道路上穿行。看到左侧有个牌坊写着山门2个字啊，不知道这是一座山门呢，还是叫山门的一个村庄，它的牌坊啊。就现在貌似已经来到了一条比较通畅的马路上，我们干脆就顺着导航往前走吧。这条马路感觉还不错啊，还是边上有很多的林荫，应该都是一些榕树啊。前方4公里，左转到4联路10楼路段啊。导航是这么说的。4联路呢，就是4桥到莲花山的路。
前方呢就有莲花山海鸥岛的牌子了，想必呢已经接近目的地了。左侧的大岭村呢，真的非常值得到这边来走走看看的啊。无论是在村里散步还是骑行，都非常不错。这里呢保留了很多的古祠堂，就以前的老房子啊。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新农村，可能这个村里还是有点钱吧。我看他把那些村内的这种设施，包括一些文化设施，还有周围的环境呢，都修得相当不错的。好，现在呢，终于转到了士林路10楼路段了啊。前方呢，应该离海鸥岛不远了。莲花山港呢，也在前方。我的左侧就是莲花山，看到那座莲花山上的宝塔，但是右侧这一片呢，还是一片农田或者一片乡下人家的地方。今天呢，也是我突发奇想啊，就开着车呢，打算到海鸥岛上，但是只是在岛上蜻蜓点水，只是把车放在停车场，然后我就打算呢，骑着我的小车，在骑车上海鸥大桥，然后再回到莲花山这个区域，贴着河边，当然也包括一些村落、市场那边去走一走。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啊。如果从祈福骑到莲花山，再这么转一大圈的话呢，怕吃不消，所以呢，还是退而求其次啊，变通一下，开车再加骑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识时务的做法。现在呢，左转进入港口大道啊，这个港口呢，肯定就是指的莲花山港。前方直行
1500米呢就是海鸥岛了。现在呢，我已经行驶在海鸥岛大桥上了。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海鸥岛上，我们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开上了岛呢，就有一种非常悠闲舒适的感觉啊。你看这个岛上的道路啊，林木葱茏，透过这些大树呢，你可以看到啊，一个池塘接着一个池塘。这边呢，相信渔民们早都回到了岸上的生活，现在主要的产业呢就是养殖。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岛民啊，做了很多的这些民宿，有很多的农家乐啊。经过了一小片的村庄啊，我已经来到了我的目的地。这边呢就是海鸥岛的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这边还有很多旅游的设施，也可以租用
自行车。刚刚进到这个停车场呢，这个摄像机又停止了拍摄原因呢就是过热，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车里面其实开着空调，但是很容易就过热。好，那么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从祈福新村开车到海鸥岛的行车慢聊，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从祈福到海鸥岛呢，差不多有30来公里。那我们等一会儿呢，就打算在这边骑行了，一会儿见，拜拜。